陈总交给我们。陈朵居然也有护身法器，为什么这个法器对宝儿姐没有作用？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，相煎何太急啊！乖，跟我们回去，我不打你。你们也是公司的人？我叫冯宝宝，他叫张子文，我们奉命来把你带回公司。奉命？那就来吧。法器的防护也有极限，不过就算我可以突破，也没必要。现在的关键是，陈朵身上为什么有护身法器？她跟之前的法器艺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的气好特别哦，能教教我吗？你学不会的。为啥子？学这个，要让自己一寸一寸的烂掉。你还想学吗？护身法器对那个女人没用。正常，
给你的都是自动防护的低端货。这丫头真扛揍啊，居然没被拍扁。没事吧，宝儿姐？没得事。你们啥子东西？今天算你们走运，给你们开眼了。我这鎏金如意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到的。还有我这翡翠扳指，可以抵御一切攻击。走，走。那个家伙居然破了他的护身法器！藏的比我们还深。陈朵呢？好了。我们差那么一点点就抓到了他，只不过突然杀出了一个带法器的人，把陈朵给救走了。我们发现啊，陈朵身上也有护身法器，跟其他那些艺人一样，咱们必须得从长计议。你们违规了吧？啊？这路北的，第一次竟然来了2个。我不是。他才是啊！你们可以叫他宝宝，这是我们路北临时工历来的代号。我只是个助理，其他的少打听。哦，那你俩谁说了算？他。那就剩路中的老哥，可东北的妹子没见过了。程朵逃走，错在我。我给了他反应的时间，错过了完成任务最好的时机。龙梦，你跟陈朵打过交道，为什么他说你才是最该死的那个人？这里肯定有误会呢，王。我又没伤害过程朵。第一次见面之后，就再没有过任何联络。5年前，我接受了一个任务，剿灭一个叫药仙会的非法组织。参加这次任务的还有老廖。传说这个药仙会来自我们无法认知的另一个空间。那里的一切都颠覆常理，气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运转，是名副其实的异人禁地。生活在其中的药仙会行事诡异，有着奇怪的能量崇拜，对某种来源不明的剧毒奉若神明，并视其为这个组织代代相传的圣物。药仙会对传承毒术者进行了残忍的培养训练，隔绝所有的外界接触，直到他们彻底失去作为人的认知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只有毒术，而最后的集大成者就是程朵。他被称为毒人圣童。
要说药仙会其他人死有余辜的话，陈朵是无辜的啊。他只是一个受害者，是药仙会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他没有选择。小姑娘，别害怕，跟我来。我和老廖把他从药仙会带出来，当时老廖还是安保的负责人，安保是针对特殊艺人的研究机构，由他牵头把陈朵送进安保接受治疗。走了。我这个人啊，工作一危险，我也经常发牢骚。可是见到陈朵那一刻，我什么牢骚都发不出来了。他自从出生开始，就没有接受过任何作为人的教育，然后又在安保待了很多年。是老廖让他成为了一个临时工。虽然不能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样生活，但是至少像个人了吧。我就直说了吧。你别废话了，我对你的故事根本没有兴趣，我只想尽快结束这个任务。总部指令下来了。陈朵身上的毒一旦扩散，会造成巨大的伤害，形势危急。抓捕陈朵任务事关重大，如遇强烈反抗或有生命危险，可自行酌情处理。虽然总部的命令如此，但是我还想跟大家商量商量。陈朵如果不愿意跟我们回公司，你们先别伤害他，让我先去劝劝他。毕竟陈朵他不是坏人呐。求求肖哥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他没有对我们下狠手啊。我知道我不是你们的对手，但是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的话，那我……田老孟，这个命令其实留有余地，我们想办法抓活的。同意。陈朵没作为，或许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出现。求求，这小姑娘的手段有点意思啊，抓活的才能知道她到底什么来头。我也没意见，那就抓活的。东北的，你们呢？你们都没意见，我俩当然也没意见。这个事情本身就比较复杂，必须抓活的才能问清楚。而且我相信总部也不希望什么信息都没得到就结束这个任务。宝儿姐，你说呢？同意。谢谢，谢谢。各位，这是碧游村的资料。碧游村是艺人村落，与普通人世界隔绝，其位置隐秘，建村半年左右。奇怪的是，近3个月内，碧游村的村民人数大量增加。你们抓捕后移交给总部的3个艺人，和跟夏柳青交手的艺人，都被证实是来自碧游村的村民。但有一个点值得注意，他们的艺人身份都没有录入系统，资料显示都是普通人。接到陈朵任务之前，我们确实处理过几个抢劫犯，现在看起来应该也是来自这个碧游村。这么多来路不明的艺人，看来这次行动应该有不少惊喜。总部还有什么指示吗？没有。这是要全权交给我们处理了吗？
总部有点奇怪啊。不过他们决定让临时工来处理，而不是直接对我们动手，说明总部内有人对我们持观望态度。信任不多，但一点就够了。我们一定要利用好这一点信任。你小子还挺能拿主意的，心眼还挺多，应该说是双商结高。大哥，你是谁啊？我是你爸爸。啊？你说什么啊？嗯？你是认真的？我要是你爸爸的话，就夸你一句：儿子，好样的。你是普通的，叫我黑寡就行。本来没想露面的，干咱们这一行啊，朋友越少越好。说不定哪天在座的各位就能成为我任务的目标。万一让我喜欢上你们，那可就糟了。肖哥，我喜欢这家伙。就是你把那家伙的法器弄破的吗？为啥子不直接抓住陈朵？你以为那是件普通的法器啊？那3次几乎耗光了我的力气。看你的手段应该是远程攻击，为什么突然选择露面了？原本啊，没想到会那么复杂，但我不能老躲着你们吧。好样的！我要是你爸爸的话，就夸你一句：好样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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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找我赔是吧？阿头儿子，小头爸爸，一对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二壮，你也跟他们一样学坏了啊？好样的，一下就猜出是我了。大家放心上我这车，这车没问题，无人驾驶而已啦。碧游村距离太远，骑自行车可不行。这也太周到了吧，连车子都安排好了。这个东北的妹子真是神秘又体贴，简直就是我的理想型。我们这5个临时工都露面了，就差你们了。什么时候我们也碰一面？啊？切，少自恋了。让一让。宝儿姐，你帮我把音响关了。儿子就长大。二壮，你这么神通广大，再给我们搞点碧游村的资料呗。这总部给的对的信息实在太少了。球儿，看来你很担心这个碧游村啊。能不担心吗？你跟宝宝遇到的那个艺人，手里的法器可以自如的切换器的形态，靠自身功力的话，那要相当水平才可以。那件法器可以做到，说明这就不是一般的货色。炼器师本来就少，能够炼制高品质的就更少了。自从我们行动以来遇到的那几个艺人，这手里的法器就多得跟不要钱似的。然后呢？看来你是一点也不了解炼器师啊。这所谓的炼器师，精力都放在了炼制各种奇异法器上，所以大多自身都不给力，因此他们更愿意挂靠某个组织和势力。那些势力和组织呢，也很愿意接收他们，毕竟有机会拿到好东西嘛。
这炼气师极其稀缺，就算是唐门和天下会这样的实力，也就只有一个炼气师。当陈朵的那些人手里的法器，那是不计其数。这碧游村里是一个怎样的炼气师团队，我虽然想象不出来，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，他们绝不是小打小闹。公司对这样的组织不可能毫无察觉，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隐秘的信息。怪哥，有什么内部的消息，给我们透露透露呗？没有。啊？怪哥看起来很有门道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这陆中的任妃任小姐和手下的临时工的关系那可是出了名的好。哦，一开始我是无法理解，但如今见了怪哥，我是彻底服了。怪哥，给我们传授经验呗。经验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天赋。我干的事啊，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。年轻人一定要脚踏实地，别老想着投机取巧。不伟大，你也一样。我什么都没问啊。没问也有你。怪哥的话听着，总不会吃亏。华儿姐，这个碧游村看起来有点古怪，进去之后咱俩别分开，我这里做好了万全准备。各位，这个山洞就是进入碧游村的入口了。确定碧游村在这里面吗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我们这来错地方了吧？这里看上去像个世外桃源啊！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一般这种看起来越安全的地方，其实越危险。幸好我早有准备，我们包装包装。哇，牛啊！哎，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然啊！各位，前方就是此次的目的地了，大家开不开心？好开心哦！嘿嘿嘿，这是来投奔村长的吗？估计是。你打电话通知一下吧。哦，抱歉，打扰一下，我们是旅行社组织来参加农家乐的。你好。各位，有失远迎啊！光临这碧游村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您是？我是村长，
马先红。啊，你就是村长啊！听说这里风景不错，能不能打扰几天啊？哦，那可惜了，这里不……哎，您要是当家的，我可得劝你几句了。千万别从你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欢迎之类的话。我们这个旅行社，都是疯子。村长，聊聊。好啊，张楚岚。怎么样，张楚岚？没想到你我还有这样的渊源吧？神机百炼马本在，我爷爷的结义兄弟，你太爷爷。那我不是你干叔叔啊？油嘴滑舌。没想到你给公司打工打得还挺开心嘛。也好，有公司庇护不是坏事。说说吧，你们进村子的目的？很简单，陈朵的事你只要不插手，我们把他带走就行。张楚岚，你会放弃自己的伙伴吗？他杀了人，公司的人。哦，犯事儿了，所以公司要制裁他。这算什么？寻仇还是遮仇？张楚岚，我们来讲讲道理吧。哪都通凭什么囚禁陈朵这么多年？要知道那时候他自己都没有作为一个人的自觉，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杀了他？因为有利用价值，对吗？贪婪，结果事情失控，伤了自己。现在终于想起要毁灭这个女孩子了吗？张楚岚，你以为哪都通不肯放过陈朵，只是因为他杀了人吗？一个不受控的陈朵，才是对哪都通那种所谓的规则和秩序最大的威胁。而你们这些人，自始至终有谁真正替他想过？他想要的只是被这个世界接受而已，不是独身圣童，不是傀儡，是陈朵，可以被爱，可以被恨，可以被拥抱，也可以被殴打，是一个被叫做陈朵的人。